我是剑宗天才谢玄的专属翻译，外人只道谢玄高冷非常，连说话都有专人传达。只有我知道，谢玄是个小结巴。后来抛弃我的竹马未婚夫找上门，宋桃，从前种种我不与你计较，跟我回去吧。我还没说话，谢玄一剑劈碎了竹马身侧的巨石，离他远点。我大为震惊，这结巴什么时候好的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剑宗宗主出现的时候，竹马正在斥责我，他应当用尽了毕生所学，贬得我一无是处。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这样贬低我，我不想与他争辩，转身想走，竹马却拦住我的去路，怎么不说话？心虚了是吧？我说，有病。你说什么？竹马瞪大了眼睛，似乎没想过我会反驳他。他恼怒地抬手想要拔剑，就在这时，一个白胡子老头出现了。他一眼就看向我，小丫头，你就是宋桃吧？我表情疑惑，身侧的竹马却看到了老头身上携带的玉佩，脸色顿时变得恭敬。宗主。老头没看他，慈爱地看着我。丫头，听说你很擅长跟人交朋友，正好我有个关门弟子，嘴巴很笨，你俩刚好互补。我说，跟他交朋友就不会有人骂我了吗？竹马宋莲的脸涨得通红，你瞎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骂你了？我也没说是你。我很平静地说。剑宗宗主只看了宋莲一眼，他笑起来。当然。我说，好，我是个话痨，顾名思义，话很密。幼时上学堂，因为跟同桌的学子大聊特聊，聊得不知天地为何物，夫子黑着脸让我出去罚站。于是我在门口跟修建花枝的侍女姐姐聊上了。当我们探讨到夫子今日午时吃了什么时，我斩钉截铁，夫子吃了韭菜。侍女姐姐很疑惑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，他牙缝中间有菜。因为不隔音，学堂内的弟子纷纷抬头去看夫子的牙，夫子气得脸都绿了。后来我被调到最前面，就坐在夫子身边。再长大一些，我被检测出灵根，正式踏入修仙界。我跟着剑宗宗主来到了后山，这本不该是我一个外门弟子能来的地方。远远的，我看到一个白衣少年正在练剑，他身姿挺拔如竹，握剑的手修长漂亮，挽剑花的动作更是干脆利落。很快，少年停下练剑的动作，他走到了我们面前，冲着剑宗宗主一拱手。我正沉浸在美少年的颜值暴击中，就听见面前的白衣少年开始念一字经，诗。他一连诗了好久，久到我的眼神开始变得有些惊奇。白衣少年接触到我的视线，脸颊带了些薄红，急的眼见着少年一个字在嘴里咕噜了好半天都没有下文。我也急了，看了看身侧的剑宗宗主，我莫名涌上一个猜测，师尊，弟子等你很久了。话落，两人齐齐看向我，白衣少年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像隔壁王婶子的小狗。我每次给他带肉，他都用黝黑的眼睛看着我。少年又冲我一拱手，感一个字在嘴里咕噜了好半天。少年咬咬牙，换了另一个，接着咕噜咕咕。我不自觉露出一个微笑，有种白捡一个侄子的感觉。我猜测，敢问姑娘芳龄，名字？少年的眼睛更亮了，他嘴巴笨，于是不停地点头。剑宗宗主见状，表情变得自豪起来，他猛地一拍少年的肩膀，怎么样？我当时一见这丫头就觉得跟你有缘。少年，好，好。我自觉接话，这位姑娘当然是花容月貌，清丽无双，天上地下绝无仅有，人间绝色。白衣少年的脸更红了点，像是气的。没想到会有人敢如此自夸。我与少年交换了名字，少年名叫谢玄，是剑宗宗主座下首席弟子，也是当之无愧的剑宗天才。传闻中他高冷无比，一剑制敌后从不多说一句话。原来是因为结巴。我被剑宗宗主授予了通行令，屋子也搬到了剑宗之中。谢玄很勤奋，总是天不亮就起来练剑。他试图喊我一起，站在门外敲了很久的门。我蒙上头装作听不见。
等我终于睡饱，从床上爬下来时，一开门，谢玄抱着剑站在我门前。我吓了一跳，你在这里干嘛？谢玄抿了抿唇，似乎是难以启齿。他小声说：饭，该吃饭了吗？我看了看天，谢玄起得实在是太早了，即便他练了很久，现在也不过刚天亮。我愉快地带着谢玄去了后厨，因为话多且密，我从小社交能力就堪称恐怖。来了宗门没多久，就已经跟不少人打好了关系。负责做饭的是后厨的孙大叔，是个很热情的中年男人，他的一手红烧肉更是一绝，我每次都能多吃2大碗。孙大叔看见我，很热情地招呼：小桃，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和拔丝地瓜。我说：满上，通通满上。谢玄跟在我身后，孙大叔也认识谢玄，宗门天才谁不眼熟。他思索了一会儿，从身后的蒸笼里掏出几个热气腾腾的馒头。你早上吃这个？我看向谢玄，谢玄张了张嘴，还是接过了馒头。孙大叔说，内门弟子跟咱们这些杂役弟子不一样，他们好像都那什么辟谷了，反正不需要吃什么东西，出外勤也就带些干粮。他每次来我这儿拿个馒头就走了。我想起刚才谢玄磨磨蹭蹭的在我门前等我，看着他抱着馒头啃着，眼睛看着我满满当当的饭碗，但他不说，或许是因为说不出来。身后已经陆陆续续有弟子来打饭，谢玄自觉占了位置，转身想走。我掏出了第2个碗，大叔，我要红烧肉和肉末茄子。这都是谢玄刚才看了好几眼的菜。谢玄舔了舔唇，眼睛又变得亮晶晶的。我带着满满当当的2大碗肉回到谢玄的后院，投喂谢玄的时候，他看起来更像往婶子家的小狗了。谢玄结结巴巴要谢我，但是半天没说出完整的话，急得他脸都红了。我摆了摆手，你想吃什么可以指给大叔看的，或者带张纸。谢玄吃饭的动作一顿，他低着头，会麻烦。你怕麻烦别人？我乐了，你知道我还没来内门的时候，大家怎么说你的吗？我们都觉得你是因为太高冷了，不屑跟我们这些虾兵蟹将说话。没想到居然是个可怜巴巴，连喜欢的饭都不好意思说的小孩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放心，以后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谢玄点了点头，他张着嘴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我一看就知道他想要谢我。大恩不言谢，我说，在我家乡，谢人的话要亲一口的。我指了指自己的脸，谢玄脸红红的，少年的脸像个水蜜桃。逗也逗了，我准备去领今天的差事。我虽然在剑宗住着，但实际上还是个外门弟子，每天都要做些普通活计。我抱起碗刚准备离开，谢玄忽然站起身来，他闭着眼，迅速地在我脸上啄了一下。还没等我有所反应，谢玄抱着剑一溜烟就跑了。我正愣在原地，只来得及看清少年红的滴血的耳垂。我领了今天的差事，准备去修建后山的药草田，中途却被宋濂拦下。他拧着眉看我，宋桃，你一个外门弟子，怎么能破格进入剑宗？我不想跟他多说，转身想走。宋濂却拿剑挡住我，眼神中带着说不出的复杂。那剑宗宗主修仙几百年，虽说看着不老，但年龄都能当你太爷爷了。宋桃，你怎么能如此自甘堕落？我几乎被气笑了，盯着宋濂的眼睛，一字一顿。宋濂，你自己吃软饭，别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。我甩开了宋濂，朝着药草田而去。宋濂在后面喊我的名字，我并没有回头。我想起刚测出灵根的时候，家里人让我去投奔我的竹马未婚夫。宋濂比我大3岁，他是我们镇上唯一一个被检测出灵根的人，当即被宗门带走。因为灵根并不强，我从外门弟子做起。见到宋濂是个很平常的日子，他和一众内门弟子从外面历练回来，所有人都穿着内门弟子舒适柔软的白色弟子服，看起来意气风发。我如同见了救星，跳起来大喊宋濂的名字。然而宋濂连个眼神都没有给我。簇拥他们的弟子太多，我只是万千人中的一个。直到3日后，
宋濂主动找到我，他给我带来了一些丹药，我很感动，喋喋不休地跟宋濂讲述这些日子的经历。但宋濂显然不想听，他把丹药丢在桌子上，眉毛拧得很紧。宋桃，拿了这些，以后不要跟任何人说我们认识。我忽然哑声。宋濂继续说，我是内门弟子，你只是个外门洒扫的普通弟子，我能够看在同乡的份上给你一些帮助，已经是仁至义尽，往后不必再寻我。他转身想走，我拉住了他的衣袖，眼中纠结。可是你明明是我未婚。话还没说完，宋濂猛地一甩袖子，修真之人的力道与旁人不同，我被甩飞出去，后背重重地砸在墙壁上。我愕然地看着宋濂，宋濂背对着我，声音很冷，与我记忆中的那个宋濂相去甚远。宋桃，那只是两家人的玩笑话，不要再让我听见你跟任何人说起这个。我不喜欢你，也不想听你说任何事情。说真的，你的话很多也很烦。宋濂走后，我撑着身子从地上爬起来，慢慢地将掉落在地上的丹药收起来。这些对于内门弟子来说是普通丹药，对于我而言却是不可多得的珍宝。我低下头，将丹药塞进嘴里。再见，宋濂是半月后，我看到他和丹宗宗主的女儿在院内放风筝。宋濂眉眼温柔，柔声细语的。丹宗宗主的女儿灵根先天不足，虽说天才地宝养着，但也只是比普通人衰老得更慢了些。此时外貌看上去约莫有40多岁的模样。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宋濂这么着急与我划清界限。一个灵根微弱的外门弟子，一个丹宗宗主的女儿，这样算起来，我确实并不被选择。我只是替生病的弟子送药，无意多留，但两人还是发现了我。宋濂脸色大变，眼中满是怒气。谁让你过来的？我正了正神色，将手中的东西拿给两人看。无意冒犯，我只是替师兄送丹药，这就离开。宋濂巴不得我赶紧离开，倒是他身旁那个女子喊住了我。那女子问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如实道，宋桃。宋桃。女子念了一遍我的名字，转头看向宋濂，真是好巧，你们二人是同姓呢。宋濂张了张嘴，显而易见的慌张。我暗自感叹，这点情绪都隐藏不了，还好意思傍富婆。姐姐，凡间姓氏有1000种，人数却是姓氏的万万倍。我说，只是凑巧我与这位师兄同姓了。女子打量着我的脸，忽然笑出来。你的嘴倒是利索。她没再多说什么，转身离开。宋濂狠狠瞪了我一眼，快步追了上去。在之后，宋濂开始刻意贬低我，似乎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二人真的并无关系。我烦不胜烦，时常钻进后厨躲着，但也有被宋濂逮住的时候。他总是想要教训我，让我不要对他有非分之想。我莫名其妙，我看起来就那么恶吗？宋濂没听懂，你说什么？永别了，不懂我幽默的人。我叹息摇头。右双若灼被宋濂堵住警告。他说，宋桃，你只是个外门弟子，只有废灵根，这辈子都是外门杂役的命，不要妄想你不该得到的。我连幽默都不想发挥了，只漠然地盯着他，想着等我修炼好了，一定套麻袋把他揍一顿扔河里。也就是这时候，剑宗宗主找到了我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，怎么会被剑宗宗主注意到？直到后来又碰见了那位丹宗宗主的女儿，她主动跟我打招呼，小桃子，跟小哑巴相处的怎么样？我恍然，竟是她举荐了我。我热泪盈眶地握住她的手，贵人，我无以为报，明天厨房做饭时报我的名号，可以多领一个鸡腿。她被我逗笑，抬手点着我的脑袋，你倒是很有趣。她名叫林音，说话时声音很好听，纵使灵根不济，衰老的容貌在宗门内格格不入，林音的表情依然很淡然。生老病死，即便是修士也难以逃过。她说，我只是比那些人更早体会这些。我说，姐姐，宋濂不是好人，你别跟他一起了。林音便笑，
我知道，他涂丹药，我涂脸，这很公平。我垂眸思考。谢玄来寻我，默不作声地拽我的衣袖。林一说，倒是稀奇，你竟没有在练剑。谢玄张了张嘴，休息。我说，现在是休息时间，该吃饭了。谢玄点头附和我。嘿，林音笑出了声。小翻一击。我带着谢玄去后厨，一口气打了8个菜。谢玄抱着饭盒，乖巧地站在我身侧。打完菜，我准备离开，谢玄却并没有跟着我。我疑惑转头，就看见白衣少年涨红了脸，小声地对大厨念道：“宋桃。”大厨表情疑惑，我也疑惑。谢玄似乎默念了几遍，在喊我的名字时已经字正腔圆。宋桃。我折返回来，歪着脑袋看谢玄，他被我看得不自在，白皙的脸更红了。我忽然明白什么，当时我跟林英说的话。叔，加个鸡腿。大厨疑惑，但照做。谢玄的唇角上扬了2个像素点。咦，居然真的是这样吗？大厨震惊。我耸耸肩，都说了，报我名字加鸡腿。我虽身在剑宗，但还是外门弟子。谢玄试图带我一起练剑。宗门，大比。谢玄涨红了脸，跟我比划。内门。我懂了，在宗门大比拿下名次，我就能成为内门弟子了。谢玄连连点头，看我的眼神满是欣慰。我摊手，可是我不想练剑。谢玄歪了歪脑袋，似乎有点不解。我耐心跟他解释，练剑很累，很苦，我是个吃不了苦的人。谢玄抿着唇，那双黝黑漂亮的眼睛一瞬不眨地盯着我。我叹了一口气，他是剑术天才，修行几乎未曾遇见门槛，但对于普通修士来说，这条路注定难走。我对自己的天赋有自知之明，连剑都握不住，更遑论成为一名剑道修士呢。我抬手拍了拍谢玄的脑袋，低声哄他：“阿玄，就算我练不了剑，你也会保护我的，对吧？”谢玄点了点头。我就知道你最好啦，你肯定不会让我受伤的。谢玄面色红了红，又点点头。我拍了拍手，好了，我该去药房打杂了。谢玄问：“你灵根？你问我是什么灵根吗？”我说：“我的灵根比较杂，不比那些天赋卓绝的天才。我是木火双灵根。”谢玄，我清晰地看到少年脸上出现了一丝怔愣。我说：“怎么了吗？”谢玄没说话，他带着我去了丹宗。各宗宗主互相之间都相熟。丹宗大弟子看见谢玄，走上前来：“谢师兄。”他抱拳，我摆摆手：“不谢不谢。”谢玄无奈，看着丹宗大弟子愣愣的眼神。谢玄说：“炼丹。”不知道这2个字在心底默默练习了多久，说出来居然没有卡壳。我还在惊叹间，谢玄抬手指了指我，他炼丹。眼见着丹宗大弟子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却莫名理解了谢玄的意思。你是说，我也许可以成为一名炼丹师吗？丹宗大弟子反应过来，看向我，敢问这位小友是什么灵根？我说木火双灵根。丹宗大弟子惊奇道：“奇怪，按理来说你入宗门就会被分到我丹宗，怎么会让你还在外门打杂？”我挠了挠头，有谢玄担保，丹宗大弟子带我进了丹宗内部。当我的掌心按上独属于丹宗的测试时，精纯的灵气节节攀升，一路爬到很高的位置。我看不懂这个结果，转身去看谢玄。谢玄正盯着测试时，唇边带着笑意。丹宗大弟子激动得要跳起来，好精纯的木和火，他的眼睛刷一下就亮了。可恶，当初到底是谁把你分到外门做杂役弟子的？差点害我丹宗损失一位小师妹。我迟钝的眨眼，后知后觉了一件事情，我的灵根好像不是废灵根。丹宗大弟子已经激动地跑去禀报掌门，我与谢玄在阁内等候着。我捂着自己的心脏，感受着它扑通扑通跳得飞快。我看向谢玄，想说什么，罕见的卡了壳。谢玄弯唇看我，他学着之前我抬手顺毛的样子，
摸了摸我的脑袋。少年声音很轻：宋桃，你是天才。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听到这样的评价，还是从一个众人皆知的天才口中。我不禁热泪盈眶，激动地握住了谢玄的手。你不结巴了？谢玄，他无奈叹气。多练。谢玄说，我懂了。这样一句话，他刚才练习了半天，才能不磕绊地讲给我听。我说，谢玄，你真是个好人。没有谢玄，也许我这辈子都只是一个外门杂役弟子。谢玄看着我，少年莫名抿起唇，不要，好人卡。我说，那你要什么？谢玄不说话了，只是一味地看着我握着他的手。我晃了晃脑袋，剑宗天才的心思还是难猜。丹宗长老听闻此事，赶来测了我的灵根。丹宗长老心情大好，临近宗门大比，竟然让我丹宗发现了一枚沧海遗珠。林音也风尘仆仆地赶来，宋莲跟在他身后。小桃子，没想到你本该是我师妹啊。林音围着我转圈。丹宗大弟子说，原本进入宗门时，他就该入我丹宗，可不知为何，竟把宋桃师妹的名字划进了外门弟子中。林音手一顿，我抿起唇，我与这些修士无冤无仇，究竟是谁会这样做？我下意识看向场上唯一一个在入宗门前就与我相熟的人，宋莲。就像之前一样，宋莲完全不会隐藏情绪，她的脸色有些白，带着明显的心虚。林音也发现了这一点，她默不作声地看了宋莲一会。很快，林音再次开口，也许是登记时出了纰漏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她轻描淡写，现在拨乱反正了，已经是好事，何必去追究其他？我张了张嘴，怔怔地看着林音。谢玄忽然上前一步，站在了我身边。他说，茶。林音被驳了面子，愠怒道，谢玄，这是我丹宗的事情，这是整个宗门的事情。谢玄一字一顿道。他伸手半揽住我的肩膀。谢玄说，我会茶。说着，谢玄拉着我往外走。我微微顿住脚步，回头看向林音。我轻轻叹息，我以为我们是朋友了。林音哑然。这件事情最终查到了宋莲头上，但宋莲不肯承认，只说是自己替人登记时不慎遗漏。最后，宋莲师傅保下了他，罚宋莲后山禁闭3月。剑宗宗主，也就是谢玄师傅听闻，执剑就要冲出去，我吓得赶紧拦住他，但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修士。无奈，我看向谢玄。谢玄拿起剑，走到我身边。他说，弟子陪您。喂，不是让你来煽风点火的。我只得费力拦下两人。宗门不肯处置宋莲，是因为他比我更有用。我说，倘若我比他更厉害，更有用，不必我开口，自有人处置他。剑宗宗主摸着胡子看我，那你准备如何做？再过3月就是宗门大比，单修有单修的过人之处，谁能保证永远不吃丹药？谢玄垂眸看我，他忽然笑了一下。谢玄说，草药管够。我开始正式炼丹，上手的速度之快，让同为丹修的丹宗大弟子都惊讶。他感叹，这就是天赋吗？我说，之前在外门打杂的时候，我就时常看药房的弟子炼丹，耳濡目染，记住了些许手法。谢玄依然每日练剑，但只要到饭点，他就会在药房门口等我。来来往往的弟子瞧见，总是在炼丹空隙八卦，小桃，谢师兄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我说，人之常情。大家笑作一团。我也时常碰到林音，上次他袒护宋莲过后，我们就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关系。林音时常欲言又止地看我，我抱着我的小丹炉，目不斜视，与他擦肩而过。后来，林音找到我，小桃子，气性这么大。我平静地看他，师姐，如果谢玄没有再带我测一次灵根，我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林音微愣，我自问自答，我可能一辈子都只是外门杂役弟子，每日劳作打杂，赚取一点点修炼资源。可我本不该是这样。我抬起头，直视林音的眼睛，
一字一顿。师姐，你知道在我们人间，包庇罪犯也会被视为犯罪吗？从前我不懂，现在我懂了。包庇一个做错事的人，何尝不是对受害者的另一种伤害？我收起丹炉，转身离开。身后很久之后传来林音的叹息，抱歉，声音很轻，被吹散在了风里。我朝着前方走去，谢玄抱着剑在药房门口等我。我加快了脚步。今天如何？谢玄问我。我说，我出手你放心，自然是非常好的。谢玄便笑了。我哼着歌朝前走。门内弟子故意破坏收徒名单是大问题，最终此事也不曾公布。丹宗长老让我在宗门大比时跟随丹宗弟子一同参与，展现出你的实力，丹宗才能名正言顺地收你做徒弟。长老对我说。我抱着我的小丹炉用力点头，而后小心翼翼地从丹炉内取出一颗萦绕着经文的丹药。长老，练成这样够吗？我问。昨日我练出丹药，大师兄只看了一眼就背过气去了。丹宗长老倒吸一口凉皮，天阶上品丹药，此子的天赋恐不如斯。丹宗长老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眼神复杂。不必理会你师兄，他只是困了。随后长老念叨着庶子回我小徒弟之类的话，骂骂咧咧的去找宋莲的师傅打架了。我所炼制出来的丹药，谢玄是第一个试药人。最开始我不肯，怕他吃坏了肚子，但谢玄说自己体质特殊，很适合为我试药。他弯着眼跟我开玩笑，你做的好丹药。谢玄的说话已经进步很多了。我知晓他在夸我炼的都是好丹药，但我心虚地摸了摸鼻子，小声说也不全是，我还炼了生子丹、聚阳丹、产奶丹。谢玄大为震撼，单纯的小剑修没听过这么乱七八糟的名字。他勉强从里面挑了一个名字比较正常的问我，什么是聚阳丹？我说加强版合欢散，吃了都说好。谢玄语气艰难道，小桃怎可误入歧途？他话还没说完，我给谢玄展示我鼓鼓囊囊的钱袋，里面全是上等灵石。谢玄，世间最富不过丹修。果然如此。我拍拍谢玄的肩膀，豪放道，放心，我会养你的。谢玄欲言又止，看了看自己干瘪的钱袋，又看了看我的，他应道，小桃子大气。宗门大比很快到来，我跟随一众丹修现场拾草药炼丹，最后以一枚天阶极品聚灵丹成功杀死了比赛。丹宗各大长老在评委席上扯头花，这孩子是我发现的，应该拜入我门下。你那小炼丹房还不如我的仓库，能给孩子最好的环境吗？孩子拜入我门下吧，我让你做首席关门弟子。此位长老的原关门弟子不教了吗？长老抚摸胡须，乖，你是首席锁门弟子。最终我选择了丹宗大长老。无他，这位长老在我刚开始炼丹时对我帮助颇多，并且也是他从中斡旋，才让宋莲的刑罚加重了一层。我很感激他。结束了这边的比试，我赶往剑宗比拼的会场。刚过去，就看到谢玄一袭白衣立于擂台上，手中长剑立于身侧，风轻轻吹起他的发带，颇有传说中白衣剑仙的风采。我盯着那张俊脸看了好久，直到身边有人喊我才回过神来。宋莲穿着内门弟子的服饰，衣服因沾染灰尘显得有点狼狈，她用剑撑着身子，目光落在了我腰间内门首席弟子的玉佩上。宋莲眼神复杂，你……我没听她说话，转身朝着谢玄的方向走去。途中有相熟的丹修朋友跟我闲谈，小桃子，你知不知道，原本那个宋莲师傅保下他，就是想要让宋莲在宗门大比上为他们师门拿个好名次，结果他第一场就对上了谢玄。你说这抽签的手气怎么就那么好呢？他们大多知晓我与宋莲的恩怨，语气里有种大仇得报的快意。我耸了耸肩，运气真好。不出意外的，谢玄蝉联了剑宗魁首。我笑眯眯地把炼制出来的天阶极品聚灵丹送给谢玄，恭喜你。谢玄的耳尖红了红，
多谢。我说，是我该谢你。若不是你带我去丹宗，可能我现在还在外门洒扫。谢玄神色正了正，不对，他说是你厉害，没有我你也厉害。忽然被传说中的天才夸奖，我老脸一红。谢玄还在说你一直照顾草药，每天都练习，最早去，最晚回。他似乎并不习惯一次性说这么多话，少年的脸都憋红了。宋桃，你是自己的救世主。我正式进入丹宗开始学习，为了防身，我跟着谢玄学了一些剑修入门基础，例如举起300斤的大铁剑。我可能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。谢玄说这是最基础的，锻炼臂力。我抱拳告辞，后来还是没走成。谢玄将标准一降再降，最后他带着我去福修那里买了一沓符咒。我喜滋滋地抱着一堆符咒，刚把符咒放入储物袋，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宋濂似乎很是清闲，开始一个劲地在我面前晃悠。我稍微一打听，就知道原来是林音跟他分手了。原先对宋濂的丹药供给也切断了。剑修是众所周知的穷，他终于想起我这个同乡，开始不停跟我偶遇。偏生宋濂在我面前始终端着高傲的架子，似乎跟我说话已经是屈尊，烦不胜烦。我从储物袋掏出爆破符，面无表情地丢了出去。唾！宋濂还没反应过来，巨大的爆炸声就响起，把他炸飞了5米远。我以为此事已经终结，但宋濂还是在炼丹房外堵住了我。他特意打扮过，身上还带着熏香的气味。宋濂说，宋桃，你我本就是同乡，理应互相照应。从前种种我不与你计较，我们结为道侣吧。我忍了又忍，手还是诚实地摸向了储物袋里的符咒。我真想丢10个爆破符，直接把宋濂给炸飞，但还没等我付诸行动，一柄长剑擦着宋濂的脸颊飞了过去，一剑劈碎了门口的巨石。谢玄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边，我第一次见到谢玄冷脸，他盯着宋濂，离他远点，不然你便犹如此时。我惊奇地瞪大眼睛，你说话一点也不磕绊了哎。谢玄周身骇人的气势骤然褪去，他无奈地看我，这是重点吗？宋濂摸了摸自己的侧脸，已经被长剑擦出一道血印，他后退了几步，还是盯着我。宋桃。宋濂不甘心地出声，你我本有婚约，你怎么能跟外男站得如此近？谢玄想上前，被我拉住了。我将谢玄拉到身后，抬头直视宋濂，你可以与其他女子独处一处，为何对我如此双标？我不屑地扫视宋濂，跟了其他女子那么久，恐怕早就不是清白之身了吧？要知道，贞洁可是男子最好的嫁妆，你这样的还想让我接盘？宋濂指着我，不过你要是说起婚约，我确实有东西要给你。我将手放入储物袋中，费力地掏着。宋濂目露期待，他可是早就听说了，宋桃已经能够炼制天阶丹药，前途无量。他已经卡在瓶颈很久，必须借助丹药辅助更上一层。如果能够拿到天阶丹药，宋濂还在畅想，下一秒，一个不起眼的黑色小瓶子就被丢到了宋濂脚下。我冲宋濂微笑，你曾经给过我下品灵丹，我是个投桃报李的人，便给你一些中品灵丹吧。其实是下品灵丹太低级了，能炼制出来的最低品质就是中品。我摸了摸鼻子，宋濂气得浑身发抖，猛地将瓶子丢在了地上。他握住身侧的长剑，挥剑就朝着我砍来。身后的谢玄顷刻间反应，但我早就将爆破符拿在手中，毫不犹豫全部都甩了出去。惊天巨响，宋濂直接被炸飞出去，落在一堆碎石之中。他咳出一口血来，这里的声响引起了其他的关注意。林音带着一个剑修匆匆赶来，宋濂抬头一看，这个剑修正是他师父新收的徒弟，他的师弟。宋濂手指颤抖，是你。小师弟躲到了林音身后，师姐，他好吓人。林音只是冷漠地看了宋濂一眼，随后走到了我面前。师妹，
此事我会为你善后，不必惊慌。我点了点头，拉着谢玄的手往外走。路过宋濂时，我脚步停了一瞬，没什么表情地看了他一眼。宋师兄，从前我在人间，常常听你的父母吹嘘你在修真界是如何聪颖过人，你曾经是我的榜样。曾经我不理解，后来我明白了，你是村里最厉害的修仙者，数百年来只出过你一个这么厉害的人物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为了这个最强的天才名头，你调换了我的名牌，让我去了外门。你是害怕会有人成为那个最厉害的天才吗？宋濂咬着牙，死死盯着我。很显然，我说的对，我感到无趣。大道至简，你比我更早入门，成为最厉害的剑修，却看不破本心。我伸出手，谢玄的剑乖乖躺在了我的手心。我拿剑尖抵住宋濂的心脏。宋濂眼中露出惊慌。我并未杀他，只是轻声说：“你的剑心呢？”后来我并没有再去理会过宋濂的事情。我的修炼遇上了瓶颈，谢玄带着我下山历练。偶尔我会从其他修真者口中听闻门中情况，例如剑修穷的叮当响，兼职做起了单修辅修的保镖工作；例如林音身边又有了新人，是某个新入门的师弟。林音不能修炼，奉行及时行乐的原则。看在他曾帮过我的份上，我劝过他，但林音显然有自己的理论。他说：“小桃子，于修真者来说，凡人寿命不过弹指一挥间，我也不过只能活100多年，何必苛责自己？”劝不动，我留下一瓶丹药，随他去了。再后来，我听闻了林音的死讯，很突然，他是在一个夜里，在睡梦中去世的。我与谢玄赶回宗门，见了林音最后一面。我看着那张熟悉的脸，心口微微发闷。我总说谢玄帮了我很多，但一切的开始是林音为我引荐了他。谢玄安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参加过林音的葬礼，我与谢玄再次拜别宗门。谢玄仍然口吃，但在我的事情上，他的口齿异常伶俐。大多数时候，我看谢玄一眼就能猜出他的想法。游历的10年里，修真者口口相传，那白衣剑仙身边有个手握无数符咒的厉害丹修，是他的专属翻译器。我的瓶颈在游历中终于松动。小桃子，专心突破，我为你护法。谢玄抱着剑立在门口。我笑，多谢剑仙。我知道，我们还会有下一个10年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